你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施力方式呢？往上顶，记得吗？那个钩是往上抠的，掰着这儿往上顶，再往外拖。所以呢，哎呀。我嘣一下，那真大声了，我是听安尼呢。来，今天咱们来玩 MPG 新出的这一款紫色擎天柱镜像的版本，3C 的版本里边会带日文和中文2份说明书，另外1张人物卡。配件内容跟之前的黑色版本是一样的，烂头雕这边领导模块、大枪大斧，还有这个特效键，这回用了这种透明绿的材质。重涂的玩具我们直接来看颜色，身上的紫色和青蓝色的这个面应该是有上漆的啊，看起来亮亮的，对着光反光的效果很好。胸缝子对的很齐啊，据说这一回是修复的版本吧，目前看起来这个胸缝对的还不错了，而且这一块玻璃上面的弹孔，它里边是双层的涂装嘛，所以透明件透出来，内侧的这个弹孔其实层次感还是挺好看的啊。金黄色的透明零件做出来的窗户，而且脑门这一块的涂装也做成了金色。此外，原色版饱受诟病的膝盖齿轮关节，这一回紫色版本也是有重新改动的。你看这里边的零件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早知道这样，你做那膝盖干啥？所以呢，它掰起来这一回齿轮关节就没有什么压力了，而且很清脆，不会脱扣了。上边的这一段齿轮会显得有一些硬。掰起来要使一点力气，下边的这个还挺舒适的啊，而且前方膝盖甲这里的联动效果就正常了，也不用你先掰哪一段再掰哪一段啊，没问题。所以你要这么看的话，其实官方自己也应该明白自己出版设计的时候，膝盖这齿轮关节肯定是有问题，不然它后边也不会改嘛。但是这一次的代工品质差了出版很多意思，尤其看窗户侧面这里水口飞边这一条棱上边会尤为的明显。现在合上胸以后，你会发现这一块支出来一个缝儿，轴都露出来了，就是感觉这一块穿的时候是使大力气凿进去的，把这块顶轴顶歪了。另外的一侧这个还好，就没有那么大了，但这一块的飞边也是出现在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打到这个位置就卡住了。看，刚刚好的这个棱卡在了边缘上边，绊住了，所以你得使大力把它别过去。两侧其实都有很明显的水口和飞边的这条棱，也是到了这一段就卡住了。我记得出版和黑色版本没有这个现象啊，就紫色的这个你得使大力气把它掰过去，而且这一块的这个轴也明显比黑色版本和出版的要紧一些，包括这些位置的大飞边，还有这些水口。而且吧，其实从镜头里边也能明显的感觉出来，这2块有色差，因为就是这块没上漆，所以上的漆其实也是为了遮盖这些水口不好看的地方啊。但是这些水口如果切不干净的话，你在变形的过程中是很容易绊到的。毕竟这一款设计是比较复杂的，一些零件结合到位的话，需要严丝合缝，稍微的差几丝，水口顶一点点，有可能就扣合不起来了。哦，对，还有这个硕大的背包，在黑色版本的时候就说，哎，如果说原色是为了给里边装一个发声的机构，黑色版本模具都没有改动啊，直接就是把那个发声机构给你抠掉了，还是这个硕大的背包，紫色款同样的，没有发声的机构，依旧是这个硕大的书包，但是这一块里边没东西了。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一款挺复杂的一个变形过程，毕竟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手臂的收纳，抠开这一块板子往下翻，这一块再折90度把它叠起来，手腕旋转180度，整个拳头贴进去，再把外侧的这一条翻180度，通过这个双关节贴到这一侧来。二头肌上面的这块板有一个缝隙，抠着这里90度翻开，接着烟囱的部位往前推，折开一点角度就把这个地方解锁掉了，旋转90度，顺着里边的凹槽把它推动，缩进去。接着整个的肩膀里边有一个蝴蝶关节，我们先把它脱开，腾出来空间，
这一块再往下旋转个90度，放在这里备用吧。2条胳膊全部延展之后，打开胸口这一块的窗户。也是啊，刚才我们说的，卡到这一边的时候得揉着点根部，把这个边按进去，折开。接着翻到后背来，整个的背包上方的扣子拆开，往下翻折，这块盖子我们先贴上来，顺着腰身的部位下方这里有一个咬钩，拔开，整个拔出来之后，把前方这里领导模块仓拉出来，接着腾出来这些地方之后，就可以把腰身往长拉一拉，腾出来更多的空间。脖子后方拆开这一块连接的位置，这里边是一个倒钩啊，手垫着点，把它拨开。翻到侧面来，把肩膀的这个位置，双关节稍微的扭一扭，腾出来这块板子活动的空间，就可以把腰部的这一块往下掰了。它侧面这里有一个挡肉的零件，把这里让开，再往下拨。腰部打开这个夹角，侧面这里 L 型的板子稍微的推出来一个滑道，然后往下撇一定的角度，别撇到底，里边的轮子90度翻出来。接着前方这里有一个推拉，有一个锁扣的位置，把轮子削上去，这块板子再往下放，同时进行，把这里锁住。两边一样，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一层漆面啊，这个漆面还是挺脆弱的，零件过的时候不要刮伤到。往前推，记得轮子推到最前面这个地方的才能把它锁起来。两边的轮子先变到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领导模块仓收进去，过程中呢还得把后边这里的背包全部提起来，让出来中间的一个活动位置，把这个空间打开，拉出来，旋转，贴，整个的贴合到底。然后这里会出现2个凹槽，把两侧的轮子腰夹放下来，后边这里的凹槽就刚刚好和黑色的零件进行插合固定。哎，这一块这就算是锁住了。好，腰腹部我们收下来之后，肚子中间已经腾开了窟窿。这个时候，先把这侧面的窗户旋转180度，打开它。这回的这些铆钉转轴，我发现啊，就是有的地方很松，有的地方很紧，品质不一。好。现在先不着急，肩膀上边有2个小零件，我们先把这里翻折下来，根部的双关节搓到底。现在往回收头部，记得脑袋要往后仰，脖领子前方的这一片零件往起折叠，这根部轴也是很紧的。接着揪着背包，整个的把这一条拉起来，顺势把脑袋藏进去，车头这里背包。先对折两边，然后保险杠翻下来，左右打开，再把车灯的位置左右打开。在往回扣合这一块前车脸的时候，先得把窗户收起来。所以这一块先后的顺序很重要，因为侧面这里有2个顶灯是假的。我们把这一块收起来，往回收的时候，卡位在这个地方的凹槽，上面的盖子呢插这一节短的扣子，你别插这个长的。然后顺着中间的玻璃缝隙拼合好，把它怼上，调整一下前面面板的缝隙，把这一块都对齐了。好。接着我们就可以收手臂，顺着这里边的一个肩膀蝴蝶双关节把它揉进去，背包贴合。放在这儿就行啊，这里揉好 ，OK。这个时候上面的3块盖子双关节，把侧面的2个拼下来，中间的这一块锁销插住。那么现在上半身的车头我们就变好了，是一个没门的状态，侧面的这块门板呢藏在了腿里边。腰部这里我们需要锁定的时候，这里的一个钩子顺着裆部下方这里卡到这洞里边去。挂上，
于是腰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洞，把侧面的2片裙甲翻折过来，稍微的遮盖一点，也不能盖平，就这么放着。然后撅起来非常高的这个屁股，我们把它双关节往内折，也就是搁在这儿。它的意义是啥呢？就是有一个收纳枪的地方，给这儿插个枪。后裙甲再往起翻。好，那这一段我们就先变成这个样子。来看双腿，2条腿的变形结构也是很复杂的，很麻烦。脚后跟先拉起来，这里旋转90度。贴上去，然后翻到腿肚子来解锁侧面的这块板子，这块挺难解锁的。先把后方这里的一个边缘90度折起来，露出来上半个轮子。这根部的轴特别的紧，可能也是因为上了漆面的效果吧。接着油箱的位置打开，旋转180度，腾出来空间。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翻到腿正面来。解锁开这个位置三角区内侧的一个卡扣，这个扣子啊特别的紧。这回的紫色版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插起来特别的费力，把这里要先掰开掰松。然后关键点就来了，这个扣子特别的难脱，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根部的这块面板，它根部的这个转轴啊是穿在这个铆钉上的，而且这个板子相当的薄。这个上边还是带钩的挂着的锁，所以你拆的时候吧，就得揉着劲儿，轻轻的拨。哎，这条腿还好啊，跟这样拨松以后，把它拉开。我们拉近点看一下，这个扣子它不是一个方的插桩，上面是有钩的。这个钩子做的还挺长，再加上啊这一回就是飞边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另外呢，它从这个角度看也不是个方的，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凸点的位置，所以当这个孔锁上来的时候，是用这个边缘挂住那个钩，再用下方的这个豆调整位置把它锁住，然后是这么薄的一块面板，用铆钉穿进去，还要进行旋转，是在铆钉上旋转，哇！就这么薄的一个板子，太危险了。而且这一版的子晴，我估计是品控的问题啊，有一些插扣了、转轴的地方松松紧紧的，这个程度都不一，比之前的原色版本和黑色版本变形体验上面要差了一些，尤其这个扣子插的特别的紧，在三角区的缝隙里边，我们得揉着点劲儿。哎呦我去！轻轻的拨松，先把这里拨松。然后翻到这侧来掰这个扣子，你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施力方式呢？往上顶，记得吗？那个钩是往上抠的，掰着这儿往上顶，再往外拖。所以呢，抬关。시민들에게 큰 도움을 줄 것으로 보입니다. 다음 뉴스를 전해주세요. 对，施力不当就是这样的结果。大家不要学我啊，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这还巴巴给人上课，你说我咋摊上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这块板子的根部这玩意儿有多薄，看到没有？跟纸一样，你这边还得挂一个带钩的扣子，我这怎么想的？啊？好，总算这个东西已经打开了，那条腿我们就不变了，照着这条腿的来。记得这个膝盖的边缘，这儿有一个90度旋转进去的角，哎呀，把这块折进去。就设计了很多需要变形的零件，然后后脚跟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在拖出的时候注意，拿这一块往起提，稍微的顶开这一块的角度，根部这里的双关节就把它搓下来，搓开以后可以打开这里看一下，里边有一个小片片，把它折叠一个90度，脚踝撸起来，
这回再把整个的这一条腿外侧顺着这根部的双关节撸过这个框子扣下去，双关节这里压平，就是其实都挺危险的结构啊。好，这里边打开，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大反转，在这个反转的过程中要连续的变形，外侧的这一条往内折90度，这一半再旋转。在旋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边的这块梯形的位置就炸开了，直接自己就归过来了。接着再把这里边的夹角还有一个90度旋转，把它对折夹起来。哦，翻了一个面儿，里边的这一层我们就可以通过双关节把这里折开，这里门180度翻出来。哇，看看这一层。就是这么薄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小心。再往回折叠的时候啊，就需要转动到刚才我们抠断的那一边，这里还有一个转轴，它是用铆钉穿进去的，一个大扁铆钉穿在这个地方。好，90度把它撸起来，然后再往回放。这个根部的双关节轴也很紧啊，把它尽量的贴平，然后这一块我们就翻折成这个样子，横在这里，把偷胶的这一面冲上。前方这里的甲油箱也是薄薄的一片，翻转180度，然后这两个板儿，又是穿在了很多轴上边的，把它折过来，一个90度的夹角，把这侧的楼梯拼齐了。接着这里再90度往上转。转上来之后吧，这里也是有一个改动的点。原先位置我好像记得这里是一个挂钩来着，但是现在呢没有那个钩子了，就是一个斜片儿。也是因为这个太薄了，你就算做成一个挂钩，这个地方太危险了，钩是很容易撕裂、白痕、扯断的，所以索性取消掉了。然后又是穿轴这个松紧的问题，就这一块的轴又会觉得很松。我咋记得之前黑色和原色都没有这个现象呢？外侧的这一片我们就先搭了出去，然后内侧的这一片，刚才我们翻起来的零件180度朝这面扭，再把中间的车厢连接器旋转个180度拼到这儿。好，准备工作。接着腿内侧这里还有一片板，我们要打开中间这里连接的一个很薄的小插扣，打出来之后，看一下侧面的这个结构，这里边是有一个卡子的，掰一下。把这个卡子别开，在这个位置，两段关节把它180度翻下来。这根部还有一个插扣，起到了一个定位的效果，贴平，必须得对齐了。好，贴上来，记得这个双段的关节它不是平着的，是一个斜坡的角度，那扣子才能定好位置。然后这里边双关节再缩下来。另外一边呢，我也是凑合着把它先变完了，然后双腿结合，胯部要往后折一个90度，尽量的贴上来。这一块在调整的过程中啊，还是需要折叠到膝盖的，它不是说90度直接把大腿贴平，大腿是斜着向下，然后膝盖再往上。主要呢是要对中间这里边的一个插扣。刚才我们解锁开膝盖内侧的这两个，要2合1插进中间的方洞里。然后在这里边左右还有细小的插扣进行连接，所以这个过程啊得慢慢调，好吧，也是揪着点劲儿啊，尽量的把它捏进去，这块调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好，双腿结合好，我们就可以把侧面的这一条整个的包过来了，然后就又是这个一生之敌带钩的这个扣子，它的目的是为了揪着这一块板子，就别太容易脱下来，但是也是揪得太紧了，插在这个洞里的边缘，哎，扣上去。好，侧面这些缝隙顺着里边往回夹，注意蓝色的这一条是插到这一块紫色板子后方的。侧面的这一块整个的再盖夹合，断掉的这个咱们就放在这个缝里。那后边的拖挂位置咱们就变完了。对，44模具后边拖挂就是这么的乱，尤其这一块啊。还有就是在出版44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的油箱拼合位置就不是密合的太好，
原因呢，其实还是里边的这一块零件靠这个细小的钩子啊，根本就挂不住，钩子很容易撕裂。更何况现在是把这个钩子都取消掉了，这一块就更没有一个揪筋的操作了。这个地方怎么说呢？你要是仔细密合调整的话，它是有可能对齐的，但是因为里边的零件涉及的太多，再加上每一个零件中间的飞边、漆面的厚度，都是导致了最后层层叠叠下来的蝴蝶效应。这个地方肯定会炸开。原先的版本这里还有个钩子啊，可以跟侧帮这里挂一下，稍微的解决一点揪着的问题。但是因为钩子太薄了，它的拉力不足以实现，最终还是得把扣子拉断。现在改完了之后，没有了这个钩子，它就更容易脱油箱了。不过呢，无论是官图还是之前官方发出的一些东西啊，基本上这油箱也都是歪的，无所谓了，也就是个这吧。然后咱们把倒车镜翻出来。变形的难度还是挺高的，其实它这个过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主要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和细小孱弱的板件在操作的过程中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再加上这一次的做工问题，飞边漆面、轴的松紧力度、扣子掰不下来的这些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也是终于翻车了。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所以呢，就连官方自己都承认，一款过度化设计的模具 MP44啊，在我这儿一直没给一个特别高的分数。曾经的 MP01惊为天人 ，MP10更是让我崇拜连井章悟这个设计师，崇拜到了新的一个高度。而 3.0 出来之后，我一直对它就没有抱什么好感。如今所谓的 4.0 啊，也是后续 MPG 要出的那款新擎天柱。其实我觉得官方在 3.0 时代发现了挺多问题，所以它会向着更玩具化、更偏向于适合把玩的方向去发展。可能这也是把 MP 线切掉，然后更换为 MPG 推出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吧。1.0 时代的产品可以说是集收藏晚点于一身，而到了2.0 时代，连井章悟开辟的是一条比例线，把这个比例概念融入了 MP 化之后，甚至官方自己没说过，而是我们在琢磨这个变形流程中，你会发现连井章悟设计的玩具就像是动画片里边逐帧变形的一些结构一样。它的每一个零件跟动画片里边的变形过程几乎是差不多的，这个也就是 MP 最鼎盛的时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让玩家玩的最有感觉的时期。而到了 3.0 时代呢，就感觉它是想把还原动画片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还原而去服务。而最后还原的效果真的好吗？就像这款擎天柱一样，车型也就车头能看，后边这里你说它动画里也不是这样，对吧？人形正面很好看，翻到后边来，动画里也没有那个特别大的背包。你要说原先44时代是为了加语音的效果，那现在重涂的这些没有了语音，为什么背包还不改呢？所以现在新擎天柱的预告推出，我们也可以从结构上面看到，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个变形流程了，没有了 3.0 时代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不禁掰扯的一个变形。而 3.0 为了服务于还原度的一些变形设计，其实有一些地方都是不讲道理的。所以 3.0 时代的 MP 产品啊，不适合把玩，它只适合炒作。也是之前我看很多人在评论，哎呀，你说 3.0 的柱子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为什么44涨价涨成这个样子，我后悔当时没买。你看，能问出这种话的人，肯定都是很在乎玩具价值的，很在乎玩具涨跌的，而不是说注重一款玩具适不适合我，我喜不喜欢，我爱不爱把玩它。所以这样的群体其实更适合去玩 MP 3.0，因为它就不是给你玩的，它是放在那里让你等升值的。翻回来，我们再说这款子擎的车型，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还是挺丝滑的，6轮接地，橡胶的轮胎，电镀轮毂。最关键的是子擎车头这个位置是有印刷着一串 logo， 而且玻璃的正反面也都印了弹孔。除此之外，其他的涂装细节并没有增加太多啊。我感觉如果说做这种镜像版本的子擎，身上如果再做一些旧化啦、划痕啦，或者说就像这样的裂纹多一些涂装，应该也会更好看吧。那大家觉得这一款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